都说情绪决定身体，《黄帝内经》里说，暴躁会存在子宫里，压力会存在肩颈里，郁闷会存在乳房里，委屈纠结会存在胃里，太吝啬会便秘，百病生于气，医病先医心。情绪决定了身体，好的情绪犹如身体的免疫器，而坏的情绪则是一种隐形杀手。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大部分时候我们无法决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也无法控制事物的发展方向。我们能够决定的只有面对生活的心态。相传释迦牟尼花21天讲了80卷华严经，花12年讲了180万字的阿含经，但仅有260字的心经，他却足足讲了22年。虽然心经只有短短260字，但却是万经之王。佛陀用了整整20几年的时间去解释它，可见它里面藏着太多的智慧。佛陀讲，万法为心造，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世界万法皆为心所造，因为有心才有了一切。人们对于外界环境的感知，其实都是自己的心念所感召。心有一切有，心空一切空，心乱一切乱，心安一切安。人生的很多烦恼都是源自我们的心中执念，执念什么，必然受困什么。当你读懂了心经，学会用心经做情绪的主人，你就有了改变人生的神秘力量，必将福气盈门。五蕴。心经一开篇说，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如果你能够把五蕴弄懂，就是很大的收获。观自在菩萨度一切苦厄，在于他照见了五蕴皆空。现在不说空，也不说照，就说这个五蕴。五蕴是什么呢？佛典上说，五蕴是对我们生命的分析，是把生命分析为5个部分。第一是色，第二是受，然后是想、行、识。色是物质，后面4个是精神。物质和精神里面，关于物质这一部分也有多种拆分。我们学佛遇到的第一困难是什么？就是佛教里面有大量的名词概念。不过不要怕，我们可以化繁为简。佛教关于精神方面有很多概念，在汉语系佛学里面有心、有意、有识、有形等等很多种，这些都是说我们的精神活动。五蕴也是这样，是用来剖析宇宙人生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的路径。第一是色，所有的物质都叫做色。在佛学里面，色的定义是挚爱，物质是有挚爱的。后面4个是精神作用。第二是受，受是领纳的意思，比如说吃饭时用舌头去领纳，看用眼睛，听用耳朵。第三是想，前面的领纳相当于哲学里讲的感性认识，那么想呢？想在佛学概念里叫取向。比如说你见过一个人，你转身还能想起他的形象，想起他的声音，你听过的音乐，你以前看见过桌子，知道它是桌子。
别人问你它是什么，你说这是桌子。人的精神活动里面，由于取向，因此有一个产品叫做概念。所有的概念都是取向的结果。桌子是一个概念，这个概念来自于我们对很多类似事物的取向概括。第四是形。形是什么呢？形就是造作。形在汉字里面，它还有一个意思叫牵流，不断地造作，相续的造作就是牵流的作用。第五是时。时是了别的意思，这个是五蕴，在精神的范畴之内。我们再来类比一下，领纳相当于感性认识，取向相当于概念，时是相当于判断，形就比较难理解。它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这个字，形。实际上他说的就是各种心理现象，各种心态。通俗地说，各种心态，各种心理现象叫形，当然包括情绪。在佛学里面，心理现象、心态、情绪活动，它是由更深层的一种能力发出来的。佛教里面把它分出来了，这种心理活动的能力叫心王，王就是主宰。由这个心理能力所产生、所发出的心理现象就叫心所。各种心理活动、心理现象都叫心所。当然，心理这个词是个现代的词，我这是为了让你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它，慢慢你再去修改你的理解。实际上，心理现象它包含很宽泛，在心理学里面包括知、情、意，不光是情绪，还有意志，还有人对事物的认知，这些都先把它模糊掉。现在就说由一个心理的能力造成的这种心理活动、心理现象，也就是心所。佛教关于人的心理，我们众生的心理现象有非常详细的描述。学佛从这里入手，我觉得可能会省事一点，而且比较直接关系到你自己。佛教里面把我们的心理现象又分成了51种，叫它心所法。接下来我要介绍的是其中一部分，这一部分与日常心理现象，特别是与情绪关系比较密切。11种善心所。我先给你们介绍心理现象中的一部分。第一种是善的，后面还有烦恼的。你们可能会有个问题，为什么把心理现象加一些判断，说是善或者是不善呢？这乃是因为佛教释迦牟尼佛讲法，它带着深切的人文关怀。什么叫深切的人文关怀？他讲的这些东西是为了帮助我们认识自己，帮助我们完成觉悟和心灵的净化。从帮助我们觉悟和心灵的净化这个根本目的，这个深切的人文关怀出发，与这种目的相应的当然就是善的，与这个目的背道而驰的当然就是烦恼的。不善的，观之谓善或者烦恼的原因就在这里。有很多人说佛教是哲学，佛教不是哲学。佛教的理论在表达上看接近于哲学的词汇，但实际上它从始至终都带着非常清醒的觉照，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知道自己说这些是为什么，从头到尾都不会迷失的，不为理论而理论的。所有这些理论它都有工具性格，它是工具的，
它是帮助我们达到觉悟、达到净化这个根本目的的。善的心理现象一共有11种，其实这11种只是一个粗线条的概括。在51种心所法里面，有普遍性的，有特殊情况下才出现的，有一般的。现在我就是介绍一般的这一部分。这一般的一部分里面属于善的有11种。第一种，信，你能够放下手头的事，仔细地聆听这个影片，这都是有信。信是一种财富。你知道汉语里面有信这个字的词有多少？现在头脑风暴一下，看看你能想到多少。相信、信任、信仰、信赖、信心，还有呢，可以相信的那个资料叫什么？信息呀。现在要是没有信息的话就全完了。还有信件，还有信贷、贷款，我不相信你，我不贷给你，等等很多。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信是一笔财富。我们现在要是坐飞机，过安检的时候很麻烦，他拿一个东西把你浑身上下摸遍，搞得很不自在。以前还好点，现在不能带水，不能带牙膏，女性的有些化妆品也不可以，属于易燃品。要脱鞋，如果你是居士，系的是裤腰带，还要把裤腰带解下，裤子滴溜着过去。这就是没有信，因为他相信我们可能是坏人。人没有信很麻烦，社会没有信运转起来非常麻烦，人和人之间没有信很麻烦。一个人如果没有信，我觉得也是不开心的。信是人的财富，信标志着你的心有归宿，你的心有对象，有个连结的对象。你看信这种善的心理现象，在佛学里面是有定义的。信在佛教里面有特质，是对三宝、佛、法、僧，对因果，对宇宙的真理。这里讲对三宝的真实性，三宝的功德，三宝的作用，能够深忍乐欲。意思是什么？能接受，没有第二个念头。心境，心是从2个方面定义，一个是性，就是它的特性、特征，还有一个业，业是它的作用、功用。它的特性是于业、果、地、宝。人可乐欲心境，那么它的功用是什么呢？功用就是对治不信。有了信就没有不信，不信就是一种怀疑。乐善有信的人，他的心都很软，他很掉柔，真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有信仰的人，别人一看他的气质都是很掉柔的，带着谦卑，有恭敬心，这就是有信仰的人的特征。那么没有信仰的人呢，就像一个木头没有经过加工一样，坑坑洼洼的。这里是街，那还有蛀虫。精进，精进是一种善的心理现象。惭愧，愧是对别人而言，惭是对自己而言。自省，无贪。什么叫无贪呢？有的人说，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国人出国，比如说到美国，在那些加油站可以吃自助餐。吃自助餐的时候，桌子上放着主食，菜、水果，
还有餐巾纸。那时候我们国家刚刚开放，我们国人一看，随便拿，这餐巾纸没有人管。其实他吃一顿饭只需要用1张，但是他就多拿2张，这就是贪。那么无贪呢？无贪是相当于知足的意思，你需要多少拿多少。无嗔，嗔就是愤怒的，无嗔就是平常我们通俗的说是一个人脾气好，心性比较平静。无痴就是说一个人很懂道理。清安他讲的是身心，他的定义是远离粗重，说话粗声粗气，动作很粗莽，身心不协调，动作不协调，没有清安，说话呢说错，这个不清安，不放逸，在身口一方面很努力。行摄，行摄是平等心，不害，不伤害别人的心。善的心理现象有着11种，26种烦恼心所。烦恼的心理现象有26种，其中6种是根本的，就跟树干一样，有20种是由根本生出来的枝叶。这6种基本上是我们人类普遍的劣根性。贪，有了贪就没有不贪了，贪会让我们生苦。什么意思呢？心里有贪的时候，你老想得到它，贪这种心理把你占据了，把你抓住了，你不自在呀，你非要去满足它。有的人烟瘾上来非要抽一支，不抽一支忍不住啊。嗔是排斥跟自己的兴趣相违背的东西，使人表现出不安稳。有这种不安稳可能会造恶业。如果你对一个人有排斥性，你一定想攻击他，才能心里得到平衡。通过语言，通过行为来攻击你讨厌的人。一个人如果对这个世界有排斥性，他也会想攻击这个世界。有的时候，我们的路灯会被人敲坏，路边的公用电话会被人砸掉，这就是对东西也是有一种嗔，这是根本烦恼。痴，心里不清楚，对宇宙人生的真理不清楚。慢是高举，心高高的举起。疑是犹豫。第6个是不正见，就是对事物的错误看法。不正见和痴有差别，痴是稀里糊涂不清楚，不正见是自以为清楚，实际上是错误的清楚，所以又叫染慧。有这样的一类人，邪见很重，自以为聪明。这6种的劣根性，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由这6种的劣根性派生出了好多种烦恼，一共有20种。我们平时有很多种心理现象，在这里都能找到，能定位到。愤，这是由嗔派生出来的，或者说是嗔具体实现时的过程之一。愤者愤怒，于不饶意境，兑现前不饶意的境界，就是不合你意的东西。奋发为性，能障不愤，执障为业。这个词很好，执障，障是什么？障是打仗用的，攻击对方的武器。所以人在有愤的时候，可能会下意识地攥拳头，咬牙齿，或者是比如在宿舍里面跟同学吵架，
如果你跟你的同学有意见，你除了想跟他吵以外，你还有一个下意识的念头，把另外2个同学争取过来，抓他们2个做账，作为进攻别人的武器。所以众生有抱团的，有分帮派、宗派、党派，这个是根本劣根性来的。他没有安全感吗？这是执仗。恨是刚开始的时候下意识的，恨呢就已经结怨了。由愤为先，怀恶不舍，结怨为性，能障不恨，恼热为业。你看，怀恶不舍，心里面的恨不舍，这时候就会热闹。热闹就是像火点着了，不能平静。恼，愤恨为先，追处暴热，已有愤恨在先。追是追想救怨，处是目前正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暴热，非常猛烈的烦恼，像猛火燃烧一样的。狠戾为性，能障不恼。驱势为业，驱势就是像毒蛇、蝎子那样以毒伤人，意思就是要进攻对方。这3个都与嗔相应，由嗔派生出来，就是愤、恨、恼。佛教做了分析，父，什么叫父呢？比如说女生早上起来化妆，如果这里有个疙瘩，一般会想办法把它盖住，这叫腹，就是想把缺点掩盖住，这是身体上的。如果行为上有什么错的，不想让人知道，也会腹藏。腹和通常讲的坦荡是相反的，狂，为或利欲，矫现有德，诡诈为性，自己没有内在的德性，但是表现得很好。人在很多的时候会出现狂，比如在找工作的时候，一般都会有这个心理。为什么呢？因为你想在要录用你的人面前把自己的优点都表现出来，本身有的优点要表现出来，本身没有的优点也要假装表现出来，希望他们看好你。还有男女谈恋爱也是一样的，也是会有这种狂的心理，本身有的优点要表现，没有的优点要假装很有优点，让对方把你看高。当然最后他就后悔了，当他发现你真实面目的时候。能障不狂，邪命为业。邪命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以不正当的手段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赢得物质利益，赢得名誉。现在名誉也是利。产在什么时候会发生呢？比如说想让上级对你有好感，想让别人对你有好感。狂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是把自己的优点装出来，表现出来。还有一种方法就是产是把自己放得很低，然后相比较而言显出对方很高，相当于奉承，这样一个意思。所以走后门，送礼，给人说情，这时候会表现得很惨。比如说你到一个庙里去，看门的人说买票，你不想买票，就表现得特别谦卑，这就叫谄。骄，它的定义是于自盛世，深深染着，对自己的优点很陶醉，醉傲为性，陶醉在里面。能障不骄，染衣为业，执着于优点就陷入我执里面，这个优点就有污染。如果不执着，
这个优点就没有污染。害，与诸有情，心无悲悯，损恼为性。害心也是与嗔恨相关联的，对人，对众生，甚至对无情也会有害心。刚才讲了，对路灯看着不顺眼，敲掉，这个人看他不顺眼，踹他一脚，这条狗在这讨厌，踹他一脚，这都是害心。急就是妒忌，妒忌这种情绪大概是最没道理的缺点了。训自名利，不耐他容，妒忌为性，能障不及，忧戚为业，不耐他容，不能忍受别人的好，然后你看他忧戚不悦。忧戚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心里阴天了。你要觉察，你心里怎么突然会阴天了呢？你的同学得了奖学金，然后你就不像以前那么开心了，对他的态度也有点冷了，这很奇怪呀。他的奖学金也没有让你减少钱，也不是你发给他的，你为什么心里就变了？这就是急呀。钱担着财法，不能会舍，密令为性，能障不谦，彼处为业。谦是担着财法，法是精神，财是物质，精神和物质都担着，不能够布施给别人。物质不给别人是吝啬，懂得佛法不想跟别人讲，懂得怎么坐禅不跟人分享也是谦。这已经有10种了，下面还有几种。无惭，无愧，在儒家讲就是没有廉耻，佛学把它细分了。惭是对自己的，愧是在一种舆论环境下看别人，然后愧。无惭无愧亦复如是。这2种心理会生长恶习，这2种心理是很糟糕的。所有的恶习没有这2种没办法实行。不信的心是坚硬的，比如说给石头浇水，石头很硬，水渗不下去。什么都不信的心很硬。懈怠，放逸，这2个佛教也分开了。这2个在表面上看一样，实际上不一样。懈怠是什么呢？比如说今天下午老师给你们讲课，他还在屋里睡觉不起来，那叫懈怠。放逸是什么？放逸是他也起来了，他不来听，他在屋里打游戏机。什么意思？懈怠是被动的，消极，不主动作为，相当于我们说不作为。放逸是什么呢？是错误的作为，跟你要追求的方向相反的作为。所以放逸是纵当为性。昏沉，调局，昏沉令心于静无堪任为性，能障清安，提拨舍那为业。什么叫昏沉呢？打比方说，就像灯泡电量不足，电光昏暗，我们的心对所缘的境不清楚，无堪任，是清安和观的障碍。提拨舍那教观是梵文，调举是说心不寂静，一下想这个，一下又想那个，不断地改变对象。它能够障碍平等心，障碍定。失念，失念就是经常会忘记。不正知，不正知是对所观察的境界有错误的了解。散乱，是心流荡。好了，我们现在要说一下佛教里面关于心理现象。
有善，有根本烦恼，有随烦恼。这一切怎么来的？这是观察来的。佛教的这种观察是深度的观察，不是浅的观察，是无我的观察，是诸佛菩萨在深度的智慧中观察众生的心行所看到的。所以它不是查书，是归纳前人的思维分析比较来的。有人说佛教是一门心理学，那么佛教跟心理学的差异就在这里。佛教认识心理，认识世界的方法是观察，是直观，而不是用散乱心去推想，去分析归纳，也不是总结前人的思考，不是这样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心理现象，来自于深入透辟的智慧关照。前面我们说到，佛教是要关怀，帮助我们止恶行善，获得觉悟和心灵的净化的。我们人犯错误，我们做错一件事，它不是孤立的，它非常复杂。前面讲到无惭无愧，我曾经打一个比喻说，一个人要做很大的坏事，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以佛教心理学分析，他一定有很多不善的法，不善的心理现象，在他心里成为习惯了，然后有坏的想法，才会有坏的做法，然后由于很多坏的做法，于是我们就说那是一个坏人。其实没有坏人，只有坏的做法，也没有坏的做法，只有坏的想法。坏的想法，刚才我们看到有26种之多，这26种里面有一些是非常基础的。我曾经把人心比喻成城市，城市中驻扎着部队，那么是驻扎着善的部队还是恶的部队呢？如果驻扎着善的部队，那么城门口有2个站岗的，一个是惭，一个是愧。惭愧心如夹角廉耻，礼仪廉耻。早几年党和政府惩治腐败，也抓了一些贪官，这些贪官在狱中都写忏悔录，他们有写到这种心理的变化。第一次别人给他500块钱，比如说你贿赂我500块钱，我赶紧收过来，赶紧放抽屉里面，然后再看看周围有没有人。这说明什么？说明他还是有点惭愧，有点廉耻，有点羞耻心。再后来根本就不了，就放这儿，那就完了。城门口站岗的惭和愧这2个卫兵被干掉了，干掉以后，坏的想法就要进去了。进去之后，城里面还有巡逻队。巡逻队是什么呢？巡逻队就是正念、正知正念，不断地在检查城堡，哪里有问题，哪里有漏洞，是不是有敌人渗透进来。如果巡逻队也被干掉，那就更危险了，差不多这个城市也就不行了。司令在里面成了孤家寡人了。一个人要学坏，说容易很容易，说不容易也不容易。说不容易，乃是因为我们的心像一个城池，如果里面有足够多的善法，要攻破它是不容易的。如果我们心的城池善法很少，没有人站岗，也没有人巡逻，没有人守护城墙，那就很容易。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心有坏的想法，坏的情绪，对凡人来说恐怕很难免，但是从心到行动就看出一个人的素质来。我们逛商场看见很好的东西，
看见劳力士手表很漂亮，里面缀满了钻石，我要有一块就好了。或者女孩子看到项链，哎呀，真好，那叫什么呢？贪。但是要说想办法去把它弄到手，这中间由心到行动的过程是很长的。但是有的时候你的心一动，马上就有行动，非常之快。佛教的全部修行就在这里，要先把修行的重点落实在从心到行动之间，然后进一步落实在心动之处。你会发现，一个心动到下一个心动中间，可以拉很长很慢，也可以很快。一切修行的奇迹都产生在这里。从心动到行动可以拉无限长，也可以无限快。对一个人生气，你恶念上心动手就打，这就很快。慢和快正是我们修行的艺术。4. 怎样对待情绪？在佛教里面，前面所说的各种心理现象都是心。前面我又讲到说，我们的心有发出心理现象的能力，这叫心王。有由能力发出的现象叫心所。情绪属于心所，我们的心一动，我们就去行动，往往是我们认同了那种情绪，认同了那种想法。佛教告诉我们说，其实所有这些心理现象并不是你。当你怒火中烧的时候，你觉得你就是一块燃烧的火，除此之外不再是别的。我们知道现在反恐，人体炸弹是反恐最难防范的东西。什么叫人体炸弹呢？就是那个人把仇恨和愤怒认同为他自己，使自己的生命成为仇恨和愤怒的化身，所以他要用自己的生命去爆炸，让自己的生命变成炸弹，变成刀，变成剑，变成火焰，去攻击对方。人体炸弹的意义是在这里。在佛教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迷失。我们每天都可能迷失在自己的情绪里面，迷失在这种心理现象里面。你心里有贪，于是你就认为那就是你跟着他走，那就迷失了。佛教的修行就是从这里开始，观自在菩萨的关照就是从这里开始，就是关照我们的情绪，关照内心所泛起的各种心理现象。讲到情绪，它的关联性非常丰富，它的因缘很丰富，它与我们的家庭背景、成长经历、所受教育乃至先天气质都有关联。先天气质与什么有关系呢？先天气质与父母提供给你的血缘条件有关系，与家庭所在的气候、山水环境有关系，你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乃至于祖先的生理、心理的特性有关系。情绪大致上有先天和后天这两种差别，我们要关照它。下面我们就要专门讨论这个问题，怎样对待情绪。情绪抓住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成了情绪的牺牲品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面讲到，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经过观以后才会照见。前面我讲到各种各样的心理现象的情绪属于五蕴中的行蕴，我们要养成关照自己情绪的习惯。关照在佛教里面首先是内观，方向是内而不是外。首先要养成内观的习惯，
这一点跟科学不一样，科学是向外去观察，去收集信息资料，佛教是向内关照我们的身心。每一个人向内关照的能力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高这种能力，这种觉照力。论语里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三不是三次，三是多次。汉语里面三是很多的意思，三和五都是很多，三五成群，很多次的关照自己，检查自己。所以关照自己是向内关照，而不是向外去关照。我们学佛以后，有的人也会养成关照别人的习惯，看别人的弱点，看别人的毛病，这是错的。要看自己，自己照镜子。我们关照一下这个新一天中的状态，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心就像一条河流一样，从早到晚，时而波浪起伏，时而水深流急，时而很平静，时而在漩涡，时而惊涛拍岸。这个心是不是这样的？从早到晚，从生到死。为什么用行这个字呢？行这个字是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造作，就是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理现象，它是不断的在造作，在动作。佛教里有一个词叫生灭，不断的翻起消失。你会说，我一直在高兴啊，我一直在忧伤啊，我中间没有。那是由于你的心很粗，你看不清。其实我们的心不断的在生灭，那种速度非常快，就像我们在看电影。我们看一个人在电影上的动作是很连续的，其实他每秒钟有24个动作连贯在一起，于是我们就看他在拿水喝，动作很连续，其实它是可以分析的。那么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心念的生灭可能比这个还要密集。于是你觉得我一直在高兴，我一直忧伤，我很忧郁，我很愤怒，乃至于说这就是我很愤怒。实际上它是由很密集的元素构成，所以行这个字翻译得非常之好。一是造作，造作的意思是起来下去，起来下去。第二个意思是牵流，牵流就是和中水流的状态。你看电磁波从空中发射出去，非常典型。世间的任何现象，河流、电磁波的流，包括电流都是这样。电流是连续的吗？其实不是，电流也是一种振动现象。你觉得很连续，其实也是很多的波动在一起，不过非常密而已。情绪也是这样，所以它叫行。行就是牵流不断，像河水一样，我们要关照它。关照的第一步是什么呢？第一步是要先能关照它。当情绪抓住你的时候，你要有能力不被它抓住。就像一个人与另外一个人打架，他差不多把你完全俘虏了，但是你还有一只手在外面，你可以还手。这个还手就是关照，用关照的力量去还手，去看的是什么，这就是对情绪的关照。一旦你对情绪关照的时候，情绪对你的影响力和支配力会减弱，这基本上也是同时发生的。你说我现在怒火中烧，当你同时有念头关照到怒火中烧，
它就开始跟你的心拉开距离，这一段距离就很珍贵，这一段距离使你保持了自在，不被这种情绪俘虏。佛学里有一个比喻说情绪，说这个心行就像瀑流一样，就像瀑布，就像流水，人的一生其实就在上面漂流，哪有什么自由？但是关照就是自由的开始，关照就是你的努力，就像河流上一叶扁舟，你努力要主宰自己，用一根竹篙，用一只桨，主宰这只心灵的船筏。我们知道在心理学里面，我们每天会有各种情绪出现，有些人会有一些习惯性的情绪反应模式，叫情结。情结很讨厌，这个词现在用的很多，比如说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都有一个情结。什么情结？大国情结嘛。奥运会开幕式办了以后，大家都说有大国气象，张艺谋他设计得很大气，场面很宏大。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会有这种大国情结呢？你们分析一下看看。我们的国土面积很大，我们很在意我们的国土面积大，我们的历史很悠久，几千年的文明，在历史上我们也帮助过很多的民族，也为人类的文明做出过很大的贡献。比如说4大发明，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100多年来我们受够了欺负，本来是大国，却受够了欺负，于是就形成大国情结了。那么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有自己的情结呢？我觉得是有的。有的人他的情结抓住他一辈子。如果一个人有自卑的情结，有时候你看他那种自卑真的没办法，即使让他当了国家元首，他也还是自卑，他需要人不断地认同他的尊严，然后他心里才能有平衡，实际上是自卑情结。还有很多，这个结字很有意思，结字在佛教里比喻烦恼，结其实解开就没有了，所以就有很多人议论说，要有平常心，不要太把奥运放在心上，太放在心上，别人就会利用我们的大国情结，给我们找麻烦。我们要解开这个结。5. 深呼吸。我们下面来讲讲具体的。这个关照，我们通常会觉得有时候来不及，情绪已经把我们抓住了，所以我们要学习坐禅。学习坐禅有个基本的方法，就是观呼吸或者数呼吸。深呼吸这种方法，在我们人的生命中，呼吸是很神的东西。释迦牟尼佛讲，人命在呼吸间，如果一个人不呼吸，那就死了。为什么说呼吸很神呢？它是一个介于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东西。它是物质，对不对？它有运动，它有气息，你能感知，同时它和我们的精神相关联，所以一定要掌握这个方法。通过静坐学会数呼吸，以后能管用。即使你在老板跟前紧张，在女孩子跟前紧张，在考试的时候紧张，在某一种情况下紧张，这都能帮助你的。因为人的一切心理活动、情绪反应，它都会投射在呼吸上，表现在呼吸上。呼吸会变得深，变得浅，变得粗，变得细，变得挚爱。
或者是变得均匀，变得绵长，变得热，变得凉等等，都跟情绪有关。等你学习打坐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呼吸很复杂，它的各种特性太丰富了，所以深呼吸是关照情绪时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如果你感觉到累了，可以深呼吸放松一下，把注意力停在鼻端，眼睛可以轻轻闭上，原因是为了把注意力向内收。如果你的注意力很有力量，不被外面所干扰，你睁开眼睛也无妨。通常我们把眼睛闭上，有助于把外面的干扰排斥在外。现在我们把眼睛轻轻闭上，或者把眼睛关注在鼻端，身体要放松，身体不放松，呼吸也就不松。然后吸气到小腹部，但是这是自然的，不是刻意的，不要使劲，非常自然的到小腹部，再慢慢的呼气，从小腹部再往上。这些都是讲的意念，意念就是呼吸进来胸部腹部，下面是腹部胸部脖子鼻端，到了鼻端再往下，但是一定要自然，不要刻意，不要特别使力，不要紧张，就这样静坐几分钟，就能得到一个放松。深呼吸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非常安全的方法，实际上就是把他的心带回来。我们用一个很朴素的方法来理解深呼吸。什么叫深呼吸呢？你的魂跑了，把它拉回来，不管你是什么情绪，都可能把你的魂搞跑。俗话是这么讲，但佛教不讲魂。你说自己特别高兴，那你的魂也会跑掉，特别忧伤会跑掉，特别愤怒也会跑掉。深呼吸就是把你的心带回到此时此刻，带回到你自己的身体，带回到你身体的感受，身心就能够慢慢达成一种统一，达成一种和谐，然后它就反弹到它原来的平衡状态。深呼吸还有一种自我按摩的治疗作用，让这种感受在身体里起伏，你关照它本身就有治疗作用。每个人都有自我康复的能力，以深呼吸为中介，可以修复它，可以唤醒它。深呼吸的作用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要掌握这种方法，认认真真的去学打坐，学数息，把一些基本功练会，对你们会有好处。先不要想着说我打坐一坐3天不起来，说我要入定，未必你能马上做到。你先把一些对自我的情绪调节，对帮助别人调节情绪有用的一些方法掌握在手，而且在佛教里你可以掌握到非常原汁原味，非常系统，非常精密的那些内容。深呼吸法对帮助我们观察情绪和心理活动是非常有效的。6. 追溯，这个方法在心理学里面也经常用，实际上这个方法也是关照。注意，不管我说什么都离不开关照。深呼吸要关照的，追溯也是要关照。追溯的这种关照特别适合于解开心理的情结。我们怎么样来用这个方法来解开心理的情结呢？我们要解开心理的情结，首先要发现这个情结，对吧？你说我没有什么情结，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好多情结，是你没有发现。打个比方，你的衣服上有脏东西，你没有发现，
你不洗它，它就一直脏。所以你要在自己的身心里面追溯，通过观察、追溯，找到形成自己情绪反应方式的那些事件。它往往是一个事件，乃至于一个条件，比方说你的身体条件、你的成长环境都会影响你的情绪反应模式。这种追溯法，通常我们建议你坐下来，不一定要盘腿。我个人认为，你平时坐沙发上、坐椅子上，乃至于躺在床上也无妨。事实上，追溯法在心理学里面往往用催眠来达到。催眠可以在心里做深层的追溯释放。我们不要去催眠，我们自己可以催眠自己，自己关照自己。为什么要用催眠的方法？因为我们白天的意识活动太强大了，它像一个管家，有它在很多的东西不显露出来。就跟你们在老师跟前，有时候一个老师你很敬畏他，你就把自己很多本来的东西掩藏下来。我们的心也是一样，白天的很强烈的自我意识，它是个管家，它管住了，于是你本有的东西放不出来。我们不用催眠法，用什么？我们用追溯。只要你静静坐下来，闭上眼睛，追溯自己的心路历程。怎么追溯呢？你不要从小时候往后，你从现在往前。这种追溯可以很慢，也可以很快。比如说最近几年的情况，瞬间就追溯了，因为这几年基本上没问题。那问题出在哪儿呢？你再往前看，你会找到一个结，你会找到一个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这个事件影响了你。我们在生活中都会遇到影响我们的反应模式的事件。你观察，你学会很冷静、很客观地观察它，往前追溯，追溯到一个事件。当这个事件包含着影响你的各种条件的时候，你要把它拆开，这叫分析法。你追溯到一个事件，它影响了你，没有恢复弹性，它在你心里形成了一个创伤，形成一个模式，然后你再进一步的追溯。那为什么会影响到你呢？同样的事情在很多人身上会发生，没有影响别人，为什么对你会有这种影响呢？最后你将会发现什么呢？你将会发现佛教里讲的其实都是你心里有一些反应的元素。我用现代语言讲，就是你心里面有一些认知事物，反映事物的基本元素，最基本的单元，在佛教里叫分别心。各种分别心，各种模式，我们就是戴着有色眼镜，以分别心来看事物。当一个事件发生了，比如说有个警察截住你，很粗暴地对待你，不礼貌，审问你，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很多人身上，而你特别在意，你觉得特别没面子，你完了，你觉得这辈子完了。你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当你再进一步分析，你会发现你还有一些最基本的心理元素，它不光是这个事件的，这个事件会在很多人身上发生，或者比这更严重的还会发生。为什么在你这儿，你一定是有一种心理元素，一些基本概念，绝对不可以，一些公理，一些模式，绝对不可以这样，绝对要这样，一定是那样，绝对不能这样，一定是有这些绝对。这些绝对佛教里讲，其实都是你的分别心，
我们看一件事，比如说我们被人打得头破血流，这件事情你们觉得怎么样？很糟糕是吧？这是一件坏事吧？不一定。你们知道有一个拳王叫阿里吗？如果你在一个场合下，在很多人跟前，拳王阿里把你打得头破血流，你其实并不觉得丢人，你一出去就说我今天跟拳王打了一仗，你还觉得很开心。你虽然头破血流，但是你很骄傲，对吧？你看这就没有绝对。再比如有人打你一耳光，也没有绝对。有些情况打你一耳光，你也许会觉得很幸福。你喜欢的人或者你们崇拜的明星，你是他的粉丝，那他打你耳光，你可能幸福很长时间。没有绝对。你可能会觉得我在讲心理学，其实我不是讲心理学。佛学跟心理学的差异在这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它没有任何前提，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任何的道理，任何心理分别的模式，反应的模式都是相对的，都是在各种条件下，是因缘法的，不是绝对的。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在这个前提下你来观察，你来追溯，你就能找到这个结，找到一些深层的心理元素，然后你把它解开。注意，这里面有一个原理，当你找到它，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它能在你的关照下曝光，像相片一样成像。曝光，当它在你的关照下曝光的时候，它就不支配你了，不影响你了，它对你的影响力就减弱了，或者消失了。所以我们要学佛，首先你就要做这些工作。我们知道学佛就是要自我更新，自我净化。首先你要成为一个身心很健全的人。有的人可能会说，我想通过打坐得到禅定，然后我就成为一个健全的人。这个因果是颠倒的。实际上，一个人格不够完全健康的，人格有问题的人，他是不大可能得到禅定的，当然更无论佛的大智慧或者开悟了。有的人老想着遇到好事，有侥幸心理，这也是一个世俗的心理，想一下就达到目的，这是错的。你首先要进行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这种自我净化它是非常人性化的，它是在你的生活中对你自己的修理。我们现在放眼一看，现在人的心理疾患的越来越多，现在最缺的就是心理治疗师。很多的心理疾病，心理的病痛比身体的病痛还要可怜。现在手机短信上经常有一些笑话，他们喜欢拿有心理疾病的人做材料来编笑话。这时你就会发现，一个人有被心理疾病抓住的人，他很可怜，就像青蛙被关在井中。说有一个精神病院，下雨了，很多病人都跑到雨里站着去。医生问，你们跑出去干什么？他们说正好洗澡，因为他们心里有疾病。只有一个病人，他拿着一把伞在雨里站着不动。这个医生看到这样，心里感到很欣慰，感到治疗有点效果，所以他也拿一把伞跑到他跟前站着，也不说话。过了一会儿，那个病人终于说话了，跟他说了什么呢？他说，原来你也是一只蘑菇啊，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这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被一个心理问题抓住的时候，他的痛苦超出身体，而佛法是可以帮助我们自己，也帮助别人逐渐地达到在人格、在心理上的相对健康。这就是追溯法，从现在开始追溯你的心路历程，这种追溯一定要客观、超脱，然后去找到那节，找到那具有里程碑式的事件，然后再进一步找到那些你自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一些概念、公理、心理的反应模式、元素，把它解开就没事了，没问题了。7. 良性表达。第3种的方法，我称它为良性表达。对情绪的管理方法中，有个方法叫做良性表达。这是怎么来的呢？经常观察自己的情绪反应，你会发现，情绪跟呼吸相关联，情绪跟身体相关联。传统的中医中也有讲，人类的喜怒哀乐跟五脏六腑都有关系的。当你愤怒的时候，你感觉到哪里不舒服；当你欢喜的时候，哪里不舒服；当你忧郁的时候，哪里不舒服。我们要进一步的研究它。下面我们想说什么呢？其实当你感受到情绪的时候，你的身心里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了，已经有很多的能量出现了，乃至有一些物质出现了。怎么办呢？这些物质是化学物质，生物化学层面的，不是马上能看见的。那怎么办呢？特别是愤怒，我们以愤怒为例，有的人误解了佛教的忍辱，忍就是现在怒火中烧，愣把它压着，然后你把自己忍伤了，把你自己伤害了。有一些情绪你消极的压抑它，它会伤害你，它也是一种能量。那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讲要良性表达。什么叫良性表达？我打个比喻，我们看到一个小偷偷东西，你们有几种方法处理？如果你是警察的话，你有几种方法处理它？第一，抓起来，这还用说吗？你是一个警察，你看见小偷偷东西，当然马上把他抓起来。当然作为一个警察来说，他心里先要掂量一下，我抓得着他吗？如果我抓他，他比我力量还大怎么办啊？所以说，如果这个小偷你觉得你的力量够大，就抓他，当场把他的偷盗的行为终止，把他抓起来就好了。这是一个方法。第二种方法，一看这小偷身强力壮，我体弱多病，弄不了他，怎么办呢？跟踪他，然后打电话叫同事来，最后把他解决了。这也是一个方法。我们的消极情绪出现了，就像小偷一样，如果你的力量够强，抓起来；如果你的力量不够强，就大喝一声，把他的行为中断了，相当于把他抓起来的方法。情绪出现也是一样的，有时候你的关照力很强，你一觉察它就停下来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它的力量很大，你感觉身心已经不舒服了，如果你硬压抑下去的话，自己会受伤，所以你要慢慢想办法。如果你转身就跑掉，那就失职了。所以你们注意我这里的用词，叫良性表达。你们也许会说，我们在以前也表达我们的情绪啊，那不是良性的表达。
根本没有任何关照，没有任何约束就表达出来了。那么良性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是在关照力的呵护下，用适度的方式释放出来。你不要愣把你的情绪给它压死掉。我再用一个比喻，可能比刚才的那个比喻稍微好一点。比如有一位母亲带着她的小孩子到公园去玩，母亲在那儿坐着，小孩转了一圈也在她这儿坐着。小孩子跟妈妈说，我想到那儿去玩。母亲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是不要去，待着。另外一个呢，可以，你去玩吧。小孩在一边玩，这母亲会在一边看着他。我是用这个比喻帮助你们理解什么叫良性表达，就是让他去玩，他要玩就让他玩，但是看着他，别丢了，他跑远了，跑丢了就麻烦了。所以对一些情绪要以适度的方式，有节制，有觉照的来表达。情绪也是一样，你要表达它，要在掌控下，在觉照，在智慧，在意识的掌控下，适度的表达。这就是我讲的良性表达。你们可以想象一下，你在愤怒的时候，可以用良性表达方式。我们中国人喜欢用一些口头禅来表达愤怒，骂人呀或者什么，这些是让你的愤怒强化的。实际上你可以用一些不会让它强化的方法。有的人喜欢说，太气人了，太气人了。你念几句，越念越气。有一个原理，我们的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是对应的，所以我特别想跟你们讲，良性表达除了在生活中帮助我们适度的释放，不伤害别人也不伤害自己，更重要的是要养成把心灵世界表达出来的一些比较高雅的方式，也就是表达的艺术。我们这个世界的外在情况是与我们内心的图像是对应的。现在有一种心理疗法叫香庭疗法，又叫沙盘疗法，就是运用了这个原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疗法，它这个疗法也是来自于佛学的启发。它是由一位荣格一系的瑞士心理学家开创的，就是说给你很多玩具，什么玩具都有，有吃的、喝的、卡、书、精神的、物质的、生活的、汽车、飞机、大炮等等，什么都有。然后有一个沙盘，沙盘下面是蓝色的，象征大海，很多沙子，可以移动的。你可以在这个沙盘里面用这些玩具去做各种你想做的图案。有一个老师在一边站着，注意良性表达的意思。老师在一边站着，相当于一种关照力，相当于妈妈。小孩子说我要去玩，妈妈说好，你去玩吧。他去玩的时候，妈妈在那儿看着呢，老师站那儿，你就在沙盘上去排。你在上面这儿弄个塔，再弄本经书，这儿弄瓶酒，这儿弄个茶馆，这儿弄个素餐馆，再弄个汽车，这里栽2棵树，这儿有个大海，这儿有个湖，这儿有个房子等等。这个心理的疗法其实也不是什么疗法，而是一种游戏。这个疗法理论基础是什么？理论基础就是人的内心世界和外面的世界是对应的。人总是要表达自己的内心世界，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去好好的去学文学、艺术、绘画、书法，乃至于照相、摄像等等。你看书法，看绘画，它都是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种表达。当然反过来，这种书法、绘画艺术乃至音乐艺术，它里面也积淀了人类的一些心理秩序。我们在学它的时候，对自己的心理秩序有一个整顿，一个调理、改正，然后再用它去表达。所以良性表达除了生活中和人谈话，适度的宣泄，艺术的方法非常重要。你可以写一首诗，画一幅画，写一幅字，弹弹琴都可以。它实际上有一种良性表达的作用，这是我跟你们讲的对待情绪的这一种方法，非常之重要。这是提纲挈领的讲，以上是生活层面的，下面我们讲在佛法里面最重要的对待情绪的方法，要转化，要转移，要提升。转化、转移、提升。比如说用追溯对自己进行自我剖析的方法，去探究自己心理问题的症结。这种方法是一种分析的方法，解剖的方法，不断的追溯，不断的探究，最后也能找到那一件事，那一个带有转折性的里程碑式的重大事件。但是这就有一点像外科手术，用刀划开以后找到了怎么办呢？肿瘤还在那儿呀，然后怎么缝合它，怎么愈合它呀？这是个问题。其实这是心理学自身的问题，心理学自身就有这个问题。所以说一定要有佛法，如果没有佛法的话呢，你光有这些方法是不行的。佛法是治疗的，前面讲的追溯，你观察自己，你找到在自己成长过程中的心路历程上的一些有转折性的重要的情节、重大的事件，这都是一个过程。根本上你是要治疗它，你要自我治疗，你要让它愈合，就是要照见五蕴皆空。如果说你没有空的智慧，你把它打开怎么处理？扔到太平洋埋起来，还是把它再分析？分析到最后呢，还是有一个东西。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世界分析到最后还是有基本的粒子，还是有实体在。所以说这个还是不够完整的，完整的是你分析到最后。前面我所说的就回到佛教空的智慧了，就是说一件事情你认为它是那样，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你的认为中显现的，这就是佛法。所有你人生路上，包括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是什么样，这个问题是在你怎么看的之后，不是在你怎么看的之前。也就是说，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察这个世界的出发点、立场、方法。佛教叫分别心，这分别心有来自先天的，从自我中心出发的，有来自后天的习惯塑造的。所以你一定要找到你的心是如何看这个世界的。你找到那里的时候，那些影响你的外面的世界，它才会像冰雪在阳光下一样融化掉，消失了。你发现那件事，你感觉到对你是一个创伤，原来是因为你就认为，你有一些那样的认为，
当你能把这样一些认为放下，那一些认为也是你内心生和灭。注意，你内心的生灭，不断的生灭，你的分别，你内心不断的分别那种生灭。当你把那种固定的模式，你内心分别生灭的模式放下的时候，那些世间对你的影响力再也没有了。其实这就是空，所以照见五蕴皆空。从你去关照你的心性，你的心理现象，情绪这里入手，往往还是比较具有可操作性，而且在生活中有实践作用的。我们通过对心理模式的追溯到形成我们性格情绪反应模式的事件，通过进一步的分析以后，发现原来是因为你有一些基本的看法，原来你有一个基本的看事物的角度，原来你有一些自以为天经地义的前提，你把那找到，你把那放下，那其实是无常的，它本身不是什么，只是你心里的一种模式，你放下就没有了。我们定义这个叫空，无常，不永恒，没有实体性。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分析了半天，最后也是他，为什么不现在就直接这样呢？这就是大乘的方法，不用分析，没什么要分析的。你把它分析到最后，找到那个东西之后，你还是要用空的智慧去观察它，何不现在呢？但是大乘的这一种方法是带有一种治疗作用，带有缝合作用的，操作起来对于初入门的人比较难。你说我现在对一个人怒火中烧，我就能关照说我这个怒火本身就是空的，这个人他也是一个生灭的，我干嘛去跟他去较真呢？这个就太难了。有一个台湾的尤老师讲心理学，他说我这个人有个习惯，我最痛恨人碰我的脖子，他身体这个部位是最敏感的，脖子任何人一碰他马上发怒，内心的反应是那样快，好像是没有时间一样。有人一碰他的脖子，不管是什么人，即使是朋友，只要一碰他的脖子，他马上就怒火中烧。他说这是怎么回事呀？这就叫情结，他的脖子碰不得。那么大乘是什么？大乘就是说，脖子是你的吗？有什么呢？不就是碰一下吗？碰不就是个触觉吗？没有什么，你不要生气，这是大乘。他用了小乘了，用分析法，他用心理学，用追溯法。他是学佛的嘛，佛教徒，佛学家。他静思后想起来了，他找到了，他小时候他们家在日月潭边上，夏天的时候天热，大人们带他去日月潭洗澡。大人有时候会欺负小孩，或者对小孩恶作剧，他在水里泡。大人有时候会突然按他的脖子，把他的头按在水里，让他在水里挣扎，然后得到一种乐趣。他小时候有过这样一种经历，因为他小不会抗议，没有那种力量和影响力，所以在他心里留下一个烙印，有人按他的脖子造成的一种痛苦，这种烙印烙在他心里。心是一个胶片，咱们的心本来完全是一个干净的胶片，有一些行为烙在上面有一个印子，印在上面以后，它就会影响下面的成像。
其实这就是业的道理了。他能够反省到这里的时候，往往他就会得到一种释放，得到一种曝光。哦，原来是这样，他就能缓解。在有人摸他的脖子的时候，他没那么快就生气，慢慢他就会减弱。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比较好操作。如果直接的来关照，除非你的观察力很强。下面我们来探讨佛法最重要的这一块，前面都是有点世间法。佛法对待我们的烦恼，对待我们的情绪，是要转化，要转移，要提升。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师父您说的不能生气，得忍着，不能有情绪，最后不成了木头了。其实不要怕，学佛修行的过程实际上是自我的转化、提升、转移，是情绪的净化和提升。我找了一段经文来做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这部经叫《商主天子所问经》，很典型。有一个天上的人叫商主天子。在佛教里面，天上的人是很单纯快乐的，在那有的人他也不喜欢。我不要这单纯的快乐，我要丰富的体验。现在我们来说这个单纯的商主天子，其实他是位菩萨。这是一段他和文殊师利菩萨的对话。你们看这个经文，惊世骇俗啊。他说，文殊师利，如我为存，如您谦也，就是如我所想。你难道还有谦吗？谦指的是一种烦恼。文殊师利答道，天子，我实为谦。他说，确实我是很谦的，很吝啬的。又复问言，以何因缘？作如是说，文殊师利是大菩萨呀，为什么你说你的谦很重啊？答言，天子，若心不舍，是则名谦。文殊师利菩萨说，天子，什么叫谦呢？若心不舍，是则名谦。谦的意思是什么？心不舍就叫谦。谦是什么？谦就是不舍。文殊师利菩萨讲了，他说，我这个人啊，是世界上最吝啬的人。什么叫吝啬？吝啬就是不舍呀。我怎么吝啬了呢？文殊师利言，天子，我常不舍诸佛法众，而亦不舍一切众生，以是义故，说我为谦。看，文殊师利菩萨也有烦恼，而且他的烦恼是很大的。你们看下面很有意思。又复问言，如我为存文殊所说，汝于今者此亦破戒，就是说现在你也破戒吗？答言，天子，我亦破戒。文殊师利菩萨说，我也破戒呀。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以何因缘？作如是说。他又问说，文殊师利菩萨，什么因缘你这么讲啊？答言，天子，若人破戒，比起不堕三恶道业。文殊师利菩萨说，如果有人破戒他，就会堕入三恶道，是这样的吗？天子答言，实如圣教。他说，是这样。文殊师利言，天子，我故思为堕于恶道成熟众生，以是义故，称我破戒。他说，我这个人天天想着在恶道里面度众生，
所以我是在破解。又复问言：文书失礼，汝宁不有嗔恚心耶？下面问了，文书失礼，你有嗔恨心吗？你发火吗？你有嗔恨吗？文书失礼言：如是。天子，文书失礼说：是啊，我有嗔恨。又复问言：以何因缘？作如是说。他又问说：你怎么这样讲啊？文书失礼言：宁不以嗔心是无爱也。他说：什么叫嗔恨呢？嗔恨就是没有爱心吧？答言：如是。天子说：是呀。文书失礼言：是故天子，我于烦恼生闻缘觉无有爱念，以是义故，我有嗔心。他说：天子呀，对于烦恼，对于声闻缘觉的小成果位，我没有爱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有嗔恨心。比如奥运会开幕式极其之隆重，世界各国的元首、名流、要人云集，文艺表演气势宏伟。然而你们有没有想过，奥林匹克这样隆重，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有这么多的人来参加，集中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想象力、创造力来办这个事，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用佛法来观察为什么？很简单，因为奥林匹克里面有竞争，竞争里面有胜利，但是奥林匹克的胜利是战胜别人的胜利，战胜了别人的胜利，这样的事件就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吸引力、穿透力，能够吸引这么大的财力、物力、注意力。那么我们在读华严经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华严经讲得非常隆重，十方诸佛都派人来拿花供养，这花在天空中变成了跟宝状云，跟宫殿一样，然后天上的人纷纷下来唱着偈子，唱着歌，赞叹佛，然后树神，然后地神，整个的法界在那一刻以释迦牟尼佛为中心。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也是因为有斗争，斗争里面有胜利，胜利的人是谁呢？是释迦牟尼佛。他战胜了谁呢？战胜了他自己，战胜了别人，这是奥林匹克。你战胜了自己，完成了这个工作，完成了战胜自己的工作，一定就是华严经上讲的那样的一种影响力。所以可以想象，华严经的经文讲的一点都没有夸张。有人说这个经文怎么跟文学描写一样？其实你看了奥林匹克你就能理解了，有胜利就会有这种的影响力。胜利分两种，一种战胜别人，一种战胜自己。当然战胜自己里面包含战胜别人。运动员能胜利也是因为他能部分的战胜了自己，他能部分的战胜自己，他也就能战胜别人。我们说释迦牟尼佛是个英雄，就是因为他能战胜自己。所以你不要被嗔恨心这些名字所迷惑。那你说，但是我有嗔恨心，我愤怒。在佛教里不是不要你愤怒，是说你愤怒的方向有问题。你应该向你自己，向你的劣根性，
向他去挑战。无始劫以来，我们被他牵着鼻子走了多远，受了多少罪，流了多少血、汗、泪。那么现在呢？你能向人的劣根性去挑战，向所有人的劣根性去挑战，你对他生起大嗔恨心，这就是这个经文的意思。接下来我们接着经文讲。又复问言：文殊师利，汝今宁有懈怠心也？他下面说：文殊师利，你没有懈怠心吗？答言：如是。说：有啊。又复问言：文殊师利，以何因缘作如是说？他又问说：怎么讲呢？答言：天子，夫懈怠者，不以身口以发修诸行，我今如是，亦不废行，亦不欲行，不舍不取，以是义故，我名懈怠。文殊师利菩萨的境界是这样的，不刻意要搞什么，也不刻意不搞什么。又复问言：文殊师利，汝宁复有散乱心耶？他下面说：文殊师利，你有散乱心吗？答言：如是。说：有啊。又复问言：以何因缘作如是说？他又问说：怎么讲呢？答言：天子，夫懈怠者无有处住，彼说言是散乱心。天子，我于圣中心的解脱，成熟一切诸众生故，无有住处，以是义故，称我散乱。说懈怠者无有处住，这个和散乱心是同一个意思。他说我在圣中心的解脱，成熟一切诸众生故，无有住处。文殊师利菩萨的心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的，所以说他的心最散乱了。你们要散乱，就要散乱到他这个地步，要散乱到心无所住。你说我要嗔恨，好呀，你嗔恨再放大一点，我嫌你嗔恨太小。这就是所谓的转化的意思。从前面这段经文，大家要理解佛教里所说的，我们有这种烦恼，这种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有谦、无惭无愧、懈怠、放逸等等。注意，这些东西都是名词，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些名词所指的是些什么情绪。其实佛教不是要我们变成没情绪的人，它是要把这些情绪进行转化，进行转移。所以一个修行人，其实你说他有没有贪呢？比如学佛的时候，有人问你为什么出家呢？你说我想成佛，那你也有贪心呀。所以说就是有大贪，这才学佛。贪大的，那你有没有嗔恨心呢？我说我有呀。我的嗔恨是向着人类无始劫以来，向着我自己无始劫以来的劣根性，向着我的毛病，我要和他挑战，我要和他战斗一场。那你有没有愚痴心呢？当然也有。你发愿你生生世世都要修行，都不放弃，这就是痴啊，这就是贪嗔痴啊。这个叫转化、转移、提升的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负面情绪是可以转移和转化，而正面情绪需要提升。有人说
我也有过正面情绪，我很喜悦，我感谢，我对什么东西都很敏感，我很有同情心，这都是正面的情绪吧。其实这些情绪需要提升。我们知道欢喜很好，快乐也很好。什么叫快乐呀？快乐就是乐很快，有时候欢喜，乐极生悲。你常常发现，在生活中有一些正面情绪，你不管理它会马上给你带来麻烦，而且它很短暂。所以佛教里面对这些情绪要进行提升。心中的欢喜往往很难长久，你怎么让这种欢喜变成宁静和满足？我们生活中的欢喜，你可能考到博士了，你的托福考过了，你会很欢喜；你找到了一个好工作会很欢喜，你得到一笔钱会很欢喜。这种欢喜来自于外面的东西给我们的刺激，我们会欢喜。通常你会发现说，当这种刺激刚刚发生的时候很舒服，过一段时间马上不新鲜了。但是宁静和满足是内在的，它不依赖于外在的合适，不依赖于外在的物质条件，在内心挖掘出来快乐的源泉，法喜充满。所以我们就要思考一下，怎么样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喜悦转化成一种宁静和满足。我觉得一个人要有宁静，首先他要有信仰，有了信仰就有了归属感。由于信仰，他感觉自己的生活跟一种神圣的价值相关联，所以有连接的感觉，这些都会使你宁静。满足就是说，好的坏的怎么都行，都可以自我平衡。我们在生活中也会很感谢一些人，感谢父母，感谢老师，感谢同学，感谢朋友。在佛教里面有一种心态叫感恩，佛家提倡以感恩的心面对世界。感恩和感谢不一样，感谢是有条件的，感恩是什么呢？感恩是一种无条件的，它就是对生命本身就够了。所以感恩的心对国家，感恩的心对老师，感恩的心对父母，对佛菩萨，对山川大地，都有感恩的心。你说这是不是情绪呢？我觉得感恩的心也是一种情绪，但它是一种很大的情绪，很扩充的，很净化的。过去的文人们有一句话，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说佛心原来是多情的。那多情从感恩就看出来了，感恩一切，感恩伤害过你的人，感恩给你添麻烦的人，越是麻烦越是感恩，更不用说父母师长。但这个也是要通过修行来提升的。我们有的人很敏感，伤春悲秋，如果你学佛可以变得敏锐和敏感不一样。你们有没有读过玄奘大师的《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里讲他从中国走到印度，一路过来的所见所闻，看到的国家人民，他记得很清楚，很敏锐。玄奘大师是个出家人嘛，而且他也没有经过世俗生活，但他一路所过尽收眼底，而且都能写出来。他的心很细腻，他的眼睛很敏锐。你们看禅师们写的诗，那就更敏锐了，那比伤春悲秋，比无病呻吟，比林黛玉的葬花不一样。
它是进化的。那你要问，敏锐和敏感有什么不同？咱们可以分析一下。玄奘大师从中国到印度，跟林黛玉那种看见宝玉，看到一个眼色可能就让他有问题，这有什么不同呢？我觉得敏感应该是心里所发出来的，敏锐应该是经过很多的事情磨练出来的。其实包括我在内，我们还是凡人，还是有我的。我在喝水，你要把我的水拿走，可能也还是会抗议。敏感是什么？过度的重视自我。敏锐是什么呢？敏锐往往是从一个大的心，就是一个无我来观察，它才敏锐。结论是什么呢？我们在汉字上面看差一个字，结论是相反的。敏感恰恰让你看不清事物，因为你过分的重视自我，从自我出发，从自己的情绪出发，从自己的处境出发。那么敏锐呢，恰恰是让你看清，一个让你看不清，一个让你看清。所以学佛以后，你的心会敏锐，对环境你会很敏锐，但是不一定会那样的多愁善感。我们平时也有同情，同情心也是一个好的心，完全要有。但是比较起来呢，它就不如那种悲悯。佛教的大悲心，观世音菩萨的大慈悲心，悲天悯人的心，同情心多少也是有点自我为中心的，而悲悯心是普及于一切的大爱心。你会发现，我们的情感原来都需要去提升。我们在生活中也会认错，我们原来上学犯错误，老师说写检讨，我们也会写检讨，老师会当着同学念你的检讨书，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对吧？在佛教里面有一种情感，也是认错的情感。这种情感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像洗了一个澡一样，心灵非常的舒畅，就是那种忏悔心、惭愧心。那你说觉得自己完全是错的，那不是一个很糟糕的情绪吗？不然，当你感觉到自己完全错的时候，你的心非常柔软。我们念大悲咒，我们念经，突然之间就悲从中来。这种情绪实际上它是一种良性的，它让你得到一种净化。虽然表现的是悲，实际上最后你心感到里面很舒服，很舒坦。那一种感觉是一种自我净化的悲心，这说的就是情绪的转移、提升。佛教的修行就在这里。佛教的修行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要发出离心。出离心是什么呢？出离就是一种否定，否定自我。这实际上是相当于一个嗔恨心，对自己升起大嗔恨心。这个我不行，我要把它更新了。我们要发菩提心。菩提心是什么呢？是自我的扩充。我们要发大傲慢心。通常我们都是小小的我慢，我是博士，你是本科，你是新生，我们家有钱等等。然而学佛的人是要大我慢，我要成佛，我跟佛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有志气的。所以说要发菩提心。菩提心里面也包括大悲心，所有的众生都是你要帮助的对象，都跟你是同体的，要帮助他们，以帮助他们为己任。
把生命的价值奉献给觉悟，奉献给帮助一切众生觉悟，把生命的价值锁定在觉悟成佛上面，这就是菩提心，这是对生命的价值的一个最高的、最极致的肯定。我们要发菩提心，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转化。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的很多人，特别是西方文化环境下的人，特别不大理解佛教讲的涅槃。心经里面讲，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前面我说到很多情绪，它只是要把颠倒扶正，注意，不是要把它弄得没有。你说我不学佛，我还要爱，我还要恨，佛教里不爱了吗？佛教里不恨了吗？并没有，它是要把你的颠倒扶正。当这些颠倒被扶正的时候，就得到了究竟的涅槃。涅槃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我们经常会误解的。涅槃 Nirvana 是个音译字，在汉语里找不到合适的字，后来也有翻译成圆寂，圆满的圆，寂灭得寂。总的来说，涅槃这个词包含了生命的两个面向，一个面向就是生命所有的弱点被克服，我们的劣根性被熄灭，我们的烦恼被熄灭，所以涅槃在这个意义上翻译成灭、苦、集、灭、道，翻译成寂灭，翻译成熄灭。生命的盲目性，生命的盲目的火焰熄灭了，所以叫灭。但是涅槃不光是这一个意思，通常我们在这里误解了，说哎呀，那我不学，我一学了变成最后什么都没有了。西方文化下的人都会误解这一点，西方文化下的人都会误解佛教是让我们把生命的意志、情绪全部熄灭，变成 nothing， 什么都没有。这不是佛教，这是误解。生命的盲目性被熄灭，下面的一个面向是什么呢？生命的美德全部地展开，这就是涅槃。究竟涅槃就是把生命的一切的颠倒扶正，一切的盲目性熄灭，然后所有我们内在的美德、内在的品质全部地开展实现。以情绪这个问题来说，有的人害怕涅槃，他觉得进入涅槃就是进入到石头的状态，像木头，像石头。其实这大错。刚才已经举了一些例子，那些觉者，包括释迦牟尼佛在内，那些菩萨们，那些祖师们，他们的心非常之丰富，他们的心非常之敏锐，他们的情感生活非常之丰富多彩，敏锐多姿，而且一点不影响他生命的自在。这就是涅槃者的生活。你们看那些禅师的偈子，看他们写的那些诗，高山流水，一花一叶，在他们眼里都是有生命的，都是那样活泼新鲜的。即使是简单的事，喝茶、扫地，都是那样有兴味，都是那样有意味，都是那样有意思。生命的每一刻都是那样奇妙，就跟一个人摇了一个头奖，体育彩票2000万，都是那样奇妙不可思议。所以说这是究竟涅槃。
所以不要怕学佛会让你变得木，变得呆。有的人变木变呆了，有的时候是一个过程，在一个过程中，有的时候它可能是稍微偏了一点。我们去看一看那些高僧大德的传记。弘一大师在去世以前写了4个字悲心交集，这2个字悲心内涵很丰富。悲不是悲哀，悲就是要回家的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心是欢喜、喜悦、交集、悲心交集。我们以心经为主题，探讨了5蕴中的行运，希望大家能够对心经有一点更加感性的认识，学会用心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做自己的主人。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做情绪的主人。愿你每一天都能自在从容，你就会好运连连。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